好，那接下来你就可以用你注册的账号密码，那来进行登录到 RevMan Web。好，进来之后呢，首先你就会看到像这样子的画面，那它这边会告诉你，它这边你要去建立一个练习档，那它只能使用30天，30天之后这个档案就会被删掉。好，那你按这个 Create Practice Review 这个。好，那进来之后呢，它就会叫你使用这个 template，就是一个模板。那这个模板是 Caffeine for Daytime Drowsiness，它主要就是在讲说，白天像现在很想睡，那喝咖啡因到底有没有办法提神这样子的一个研究但是我们只是它强制我们用这个模板，我们并不会用到它里面的内容。好，那你选择 Use Template Review，选择这个。好，进来之后，它的界面就长这样子。那这是它所有的 dashboard，就是它的整个仪表板。那实际上呢，我们并不会用到这么多的项目，我们只会用到其中的 study 跟 analysis 这2个项目。好，那首先呢，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 add study， 它的意思就是说，把你最后决定要纳入meta analysis 的这些研究一一的进行，把它登录到这个软体里面。所以我们会用到这个 study， 然后你把它按下去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个 included study， 它指的就是说最后你纳入进来的研究。那这里你看到的就是它原先在这几个就是在这个 caffeine 的这个模板里面，它最后纳入的几个研究。那我们并不会用到它，为了要避免混淆，所以我是请各位先把它一一的把它做删除，所以你去每一个这个档案，每一个文献的右边的这个垃圾桶标示，然后你去把它一一的删除掉。通通删完之后，它就会长得像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做 add study， 把我们自己要的研究把它加进来。好，所以呢，你按了 add study 之后呢，就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 new study one 的一个内容。那在这个内容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不同的页签包含reference characteristic， 然后这边还有 result data study risk of bias 等等那这些基本上我们不太会用到那我们以我们今天的目的，你只要去进行把这个 study ID 改成我们所最后要纳入的文章的名称就好。那这个一般的这个 study ID 的名字它建立的原则你可以用所谓的它的作者的姓然后再加上它的年代这是一般的原则。所以你要所以换句话说，你只要把我们所要练习那个图表上面的这个作者名加上年代，把它复制贴到这边来就可以了。然后做完之后，你只要 back to included 这一页，然后它就会回到原来这边那你再把一一的其他的文章也用同样的这种动作把它加进来。好，那加好了之后呢那我们就要去做实际上的分析，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做 add analysis group。那这边稍微跟各位做一下解释。那后面括号这边你会看到有一个 comparison 就是早期我们在RevMan 5， 就是我们过去的版本在电脑上面所使用的套装软体，它的这个动作其实叫做 add comparison。就是它是一个 comparison 之后，那你再一一去加上不同的 outcome 可能是连续型的 outcome， 可能是类别型的 outcome 所以在一个 comparison 之下会有不同的 outcome 这是它之前软体的一个概念那现在新版的一个软体就是 RevMan Web 上面它用到的一个概念就是
一开始我们会去加一个 analysis group， 就是所谓的分析群组。那这个分析群组之下，再有不同的分析，所以是 analysis 1、analysis 2，所以基本上它所代表的意思都跟原先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的，所以你先加了一个 analysis group 之后，那在这个 analysis group 之下，你再去建立不同的 outcome，是那不同的 analysis，那这个 analysis 1可能就是代表一个像是类别型的一个 outcome， 那 analysis 2就是一个连续型的 outcome。好，那加完了之后才可以进行程式的资料输入及分析。好，所以呢，我们就先来进行这个 analysis group 的一个新增。那一样，你按了这个 analysis 之后，你就出现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画面里面，它这边会先留下原来的这个 Caffeine 它所建立的一个 analysis group。那我们要做的也是把它删除掉，就是只是为了避免我们的混淆，所以我们先把它删除掉。删完之后，它就是一个空白的，然后我们再来新增一个 analysis group，所以我们把这个 add analysis group 进来之后，一样你不需要把每一个所有的空格都填满，你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在这个 analysis group 的这个 name 底下，那改成我们想要的名字，我们把它改成 acupuncture treatment versus control group，就是指的是这整个针灸治疗以及对照组的一个研究群组。好，那把这个你填完这个名字之后，只要按这个 back to analysis 就可以回到原来的画面。那接下来呢，这边再稍微跟各位解释一下，那就是我们下一个步骤就是要 add analysis，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输入我们要做的是分析的，就是 outcome。那 add outcome 这个部分呢，因为后续就要牵涉到你要怎么把资料输进去。那它在这边主要会有两种，就是一个 study data 跟 custom input。那我们今天所要利用的是这个 custom input。那这个 outcome 可能是这个类别型，也有可能是连续型。那你决定好了之后，就可以来进行资料输入，然后跟绘制图表。那我们就接下来讲的就会把这个整个动作都把它连在一起。所以这是我们刚刚所建立的这个 analysis group。那在这个 analysis group 底下，就会分别建立不同的 analysis。所以我们先用图8，也就是我们会先建立第一个用类别型 outcome 的一个资料，所以先 add analysis。那接下来你会遇到它会弹出一个视窗，它问你的资料是要怎么样子类型的资料，你是要用 study data 或者是 custom input。在这里我会选这个 custom input。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它这个软体它设计的一个概念，它分为两种资料输入类型。那一种是 study data， 一种是 custom input。那从这边来看，就是这个所谓的 study data， 就是一开始我们在刚刚建立我们最后纳入的文献的时候呢，就要分别一并的去把你的outcome 的结果把它输在这个 study 之后。我们刚刚有看到一个 result data 的一个页面。那它基本上它说明上面所说的就是，如果呢你在这个地方就是在 study data 这边输得很清楚的话，比如说它是属于哪一个 arm，或者是说它的 outcome 是属于连续的，或者是类别的，通通都把它输进去。那最后你在做分析的时候，你只要去选择你分析的一个 arm 或者是分析的 outcome， 就可以很快的自动把资料带进来。那这是一种方法。那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 custom input。那 custom input 它指的就是说，当我们建立了这个 analysis 的时候，再根据你已经建好的这个 analysis，那
你需要的 data 再一一的输进去。那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方法是这个 custom input 那它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单纯一点那也不用去把所有可能都会用到的资料都全部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全部都输进去所以对我们今天的这个练习来讲会比较快一点。好，所以呢，我们就是接下来建立一个 analysis 那这边红框里面指的就是你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第一个，它这个 analysis 的名字我们就用我们图表上面的 RISC POI 这个名字，我们把它输进来。你这个输进之后，这个同步的它的标题就会有变更那另外呢，根据我们的资料类型，它是一个类别型的资料，所以你选这个 dichotomous 那这个分析方法就是 Mantel-Hassel 所以这个 MH method 这个也没有错。那另外就是这个 effect measure 就是它的那个测量指标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用的是所谓的 risk ratio 那另外最后就是分析的一个模式那我们用的是 random effects 那其他的就可以不用去改变它。好，那回到这个 data 的页签，你就会看到它出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格那它因为它就会因着我们给的界定的资料类型我们用的是 dichotomous所以它就会给这个 experimental events 就是发生事件的。那另外这个是 experimental total 它指的就是总样本数那对照组发生 event 的次数，然后对照组的人数。那后面的这个 weight risk ratio 这个它等等输完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帮我们计算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去 add data raw 那就是我们增加它的输入的一个资料列然后再来进行资料的输入所以我们按这个 add data raw好，那我们连续按了4次之后呢，就是1、2、3、4，然后这边就可以选择我们所要纳入的一个study 的名字就是 study name。好，那后面这个框框呢，就是我们的例子我们例子上面的图表请你手动的把它输入输入完成之后，这个 weight 跟 risk ratio 它就会自动计算出来。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按这个 graph 这个页签，然后就会看到就是这个森林图它就已经帮我们画好了那这左边的这边就是 study name 然后这个中间的这些数值就是实验组跟对照组它的 event 跟它的样本数那这是我们进行输入的那右边这边这个 weight 跟这个 risk ratio 它就会自动的帮我们做运算那它就会依照这样子的一个数值来帮我们画出一个所谓的森林图那另外你也会看到它会有一个 total 的然后它以及它的那个95% 的 confidence interval这个大的这个菱形就是它的 total 就是总和起来整合出来的结果所以以这个结果来看，它是在 0.99它的 confidence interval 是跨过1的，也就是所以它整合出来的也就是说是没有效果的好，然后另外后面这下面也会提供一些抑制性的分析跟检验的结果。那有了这个图之后呢，你可以把它 download 下来，成为你就可以把它存成你自己可以运用的档案。好，那一般我们在 Office 系统里面，我们可以用的，我们常用的一个格式就是所谓的 PNG 的格式，所以你只要选这个 PNG 的档案，它就可以直接的，将来你就可以插入到你的 Word 档或者是你的 PowerPoint 的档案里面。